大家好，我是东文 SK， 欢迎回到 MetaMask Clone EP03。这一集不是 Solidity 教学，也不是 DeFi NFT， 更不是 Web3 的 demo 玩具。这一集我会从后端工程师的视角，用 Kotlin 和 Web3J 带你真正看清楚一件事：一笔 EVM transaction 在系统里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企业环境里，我们关心的从来不是支持多少条链，而是协议稳不稳定，是否 EVM 兼容，能不能长期维护。所以，现实中，大部分企业只会选 Ethereum 或 Ethereum Fork。正因为这样 ，Web3J 才是 Java Kotlin 世界里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工程化的选择。对了，这一整个系列的源码我都会放在 GitHub 里，对应这一集的代码连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这一集的教学环境，我会使用 BSC Testnet， 不是因为我要教 BSC 生态，而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EVM sandbox。它有几个很实在的优点，是Ethereum Fork block time 短，其实是非常的短，大概是每1秒钟出一个。大型协议更新不频繁，对学习 EVM 底层交易流程来说是非常适合的。这一集我们只关注协议与系统行为，不进入任何 BSC 生态细节。在做任何 demo 之前，我们先准备一些 testnet BNB coin， 如果没有余额的话，后面的 get balance transfer 都没办法直观展示。这里我们直接使用官方的 faucet， 这一步在真实工程里其实也很常见。测试环境本来就是依赖外部的系统。好，我们先 copy， 打开我们的 browser， 然后 paste 下去。如果你要拿到这个 BNB test coin， 它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 0.002 的 BNB 在 testnet 里。刚刚我已经拿了，所以我就不展示如何拿了。好的，我们拿到 testnet BNB 的 coin 之后，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的 MetaMask 看得到呢？我们就要在这里去选 BNB testnet。如果你没有做任何 setting， 你是看不到的，你只有看到 BNB 圈。所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首先我们去 BSC Scan 的 website。BSC Scan 其实它是 Blockchain Explorer， 就是给你看那些 block transaction 的 data， 都是 mainnet， 所以我们要去选择 testnet， 我们按这里，然后选择 testnet， 它就会去到 testnet， 你会看到那个网址变成 testnet.bscscan.com， 然后我们 scroll down 到下面，你会看到一个 @BSC testnet network， 旁边有一个 Firefox 的那个 logo， 所以我们按它 MetaMask 就会 pop up 起来，它问你要不要 add 这个 network， 我们就 add 吧。add 了之后，你会看到它就选择 testnet 了，所以我们会看到 0.3 BNB。好了，下一步我们就要用 Kotlin 去读取 balance， 去 get balance。
我们就写 test case 吧。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 Cloud Code。为了方便显示我们的代码，我会改 Cloud Code 的 View 变成 Windows。好的，我们叫 Cloud Code 帮我们写 test case。Please help me to create a unit test to get BNB balance from BNB testnet. Before 我给他这个 prompt 之前，我要 check 一 check 我们的 dependency 有没有放 unit test 的 dependency。这个应该是不够，没关系，我们先让他去做 create 那个 test case， 然后叫他去 debug， 如果有问题的话。好了，没问题了。但是他给的 wallet address 不是我的，所以我在这里我要更改一下。我就打开我的 MetaMask Account and Details Network。你看到有10个 address， 但是你不要给它吓到，其实同一个 EVM address 它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 ETH base BNB 它是一样的，所以你抄这个第一个是可以的。抄了之后，我们在这里更改一下，然后我们就直接 run 这个，因为我们要 get balance， 我们用 shortcut key 吧。好的，我们会看到 0.3 BNB。所以我们的 Web3J 这个 SDK 其实它是很好的 SDK， 它只是2行代码，这个和这个，我们就可以拿到 balance 了。你会看到 ETH get balance 这个东西，这个名字在哪里来的呢？如果你之前有用过 JavaScript 版的或者是 TypeScript 版的，就是 Web3.js 或者 Ether.js， 它们的 naming convention 都是一样的。这个名字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Web3J 之所以看起来很高级，并不是因为它很神秘，而是因为它帮助你处理了很多后端工程里本来就是应该有人处理的事情。比如说，真正 respond 回来的，它其实是它的 unit 其实是无位，然后我们要把它 convert 成 BNB， 所以这个 Cloud Code 它就很聪明的把那个 balance in 五位 unit， 然后 balance in BNB unit。Web3J 它也帮我们处理很多事情，比如说获取当前的 nonce， 构建 raw transaction， 编码和解码，但它不是 magic， 不是魔法。在继续之前，我想做一件事，我们暂时不要用 Web3J， 我们直接用 Postman 对节点发一个最原始的请求。我们打开 Postman， 我们增加一个 request， 然后
抄这个 URL， 这个其实正确的名字不是叫 URL， 这个名字是 JSON RPC Core URL， 我们就放来这里。我忘记了是 get 还是 post， 我们直接 try 吧。然后 body 我们就放 raw JSON。OK JSON，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代码放进来。这个是我们的 address， 我们的 address 是这个。来，我们先测试一下。对了，要用 post，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名字其实是一样的 ，ETH_get_balance， 然后我们的 function name 也叫 ETH_get_balance。所以我想说的东西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method name ETH_get_balance 不是 Web3j 发明的，也不是 Web3j.js 的 API， 它原本就是 Ethereum JSON RPC 规范的一部分。你注意返回的结果，它是 hex， 单位是微，就是刚才我说你这边。其实讲白了，如果未来有一条新的区块链出现，只要它暴露的是 JSON RPC， 你完全可以用任何语言写一个 JDK 出来。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 JSON RPC 的 format， 还有它的 result， 我们就可以写相关的 SDK。比如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写 Web3j SDK。然后为了方便我们去验证，或者是如何把这个 hex 变成我们可以了解的 unit， 我们就展示一下如何把它 convert 成 BNB。我们再打开回这里这个 document。OK， 刚才其实我是抄这个。正确的步骤其实是我们要从 hex 变成 decimal， 16进值转10进值，然后把位变成1的，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 0.3 BNB。这个我们放进来。From hex to decimal， 所以你会看到很长的数字，这个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它是超长了。我们对照一下。OK， 正确。然后下一步，我们就要 convert ETH 的 unit， 所以这个是 way， 我们放来这里，它就会 convert 成 0.3。对，完全没有错，我们的答案是 0.3。所以我再重复一次，我在这里用 online converter 只是为了让你直观的看到 raw data 是怎样变成人类能读懂的数字。在真实世界里，真实的系统里，这些事情当然是留给 JDK 去做吧。
现在你再回头看看这个 Web3J，你就会知道它不是黑箱，也不是黑盒，它是一个非常工程化的封装，是一个 package。好的，下一步我们就要做 BNB transfer，这个稍微有一点难度，不过不用紧，我们就交给 Crowdcode。首先，我先把 private key export 出来。我们现在有了 private key，我们要先去哪里呢？我们就 create 一个新的 account，然后 copy 它的 address，我们放一个非常小的 amount，不然等下很容易就用完了。Okay, please help me to create a unit test to make a BNB transfer send to 这个 address。好的，我们看一看那个代码。其实它这个代码有一点复杂化了。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看它先拿 balance，然后做 checking，然后拿 nonce，然后 get 那个 current price，然后再 create 一个 raw transaction，然后 create 一个 EIP 155，不是1559吗？更紧。然后他就做一系列的，刚才有先一个产生出去了，我们就从这里再看一下，它的 UI 时常改变，有时我都不会用了。他刚刚应该 send 了一个0.001去这个 address，我们就看看吧。他 send 了2次，我们去看回 original 的wallet address。对，他也是 send 了2次。其实我想说的事情是，真正的 production 的确是有点这样复杂的，也不算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可以简化的。不过不用紧，我们先 try 一下，test run 多一次。他 send 了，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对了，send 成功。OK，这里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version 呢。其实我本人也不喜欢这种方式的 functioning，我们做一个简单一点的。我们去 Web3J 的官网，这个才是最简单的方式。来，我们先开始吧。首先，我们抄一些 function，先抄这个 credential，我们就用这个录这个。value 就是0.001 unit 就是1的。OK，就是这么简单。看有什么东西漏。OK，我们把这个放去上面。
我们试一下 compile。好的，没问题。好了，我们就这样简单，因为我们这个是做 demo。Unit test 不需要这样复杂，我们只需要那个 result。已经有了，我们 try 看。没问题。以目前为止比较简单的方式是这个啦。下一步其实我要讲解的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 concept， 是需要大家去知道的。就是在 EVM 圈里面，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concept， 一个叫做 transaction， 一个叫做 transaction receive。所以这个就是 transaction 来的。然后我用的这个简化版呢，就是直接 return 的是 transaction receive。当你发起这个交易的时候啊，就是 transaction。节点会返回一个 transaction hash， 就是这个。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hash 只是一个请求的编号，就是一个 return 回来的一个编号，一个 string。交易可能还是 pending， 也可能会是失败，甚至可以被替换，就是可以 replace。所以你看回 Crowdcode 给我们的 unit test 啊，它先来个 raw 的 transaction 之后，它是 broadcast 我们的交易去到 blockchain。在这个时候它有可能是会 fail 的，也有可能没有那个 miner 或者是 validator 去 pick up 这个 transaction， 所以它有可能是 pending 咯。之后它会做一个 looping。然后每1秒钟，他要去 blockchain 去拿那个 transaction receive。transaction receive 就是一个 class， 一个 return 的 response， 给我们知道到底那个 transaction 有没有 success。所以在 EVM 世界里 receive 还是最终的判决。receive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段叫做 status， 成功或者是失败。如果成功的话，才真正的确定那个 transaction 确认了。我们看回这个 Explorer 这一 part， 这3个 information 呢 ，status、block 还有 timestamp， 这3样东西它其实是来自 receiver。你会看到有这3个 information， 你会看到 block number、status， 还有 get use。我们再看回这个 response。它只是简简单单 return 你一个 transaction hash， 应该没有其他的了。还有，如果你们对 transaction hash 是如何生产的，你们感兴趣，可以在下方留言，我可以另外单独做一集去讲解 transaction hash 是如何生成。当你们看了之后，我觉得你们会感觉很有趣。好了，到这里所有相关的逻辑已经在 unit test 里跑了。接下来我要把这些function接到 UI 上。这一步没有新的概念，所以接下来我就会用 fast forward。
好，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从 JSON RPC 到 Web3j 到 Backend 到 UI 整条流程完整跑通了。在这一集里，我们其实只做了2件事 ：Get Balance 还有 Transfer。但你会发现，单单这2件事已经花了差不多20分钟。这不是因为步骤多，而是因为 EVM 的交易流程本身就不简单。也正因为这样，你会发现外面很少有频道把这一段真正讲清楚。不是没人知道，而是真正不容易讲清楚，也不容易理解。这一集我已经刻意控制了深度，尽量让它可以被理解，可以被消化。其实在底层还有不少细节，我没有在这一集展开，后面有机会我会慢慢补上。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真的把 EVM 和钱包系统看清楚了，请帮我一个忙，订阅这个频道，并分享给需要的人，以免错过过后的更新。如果你在看到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不同的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发问或讨论。很多后续的内容其实都是从留言延伸出来的。如果你对定制课程、企业内训或技术顾问服务有兴趣，相关的资料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我比较适合的对象是需要把区块链真正落地成系统的团队。下一集我们会从 Native Coin 进入 ERC20 的世界，看看 Token 是如何同一套 EVM 机制下建立出完全不同的资产模型。这一集的重点从来不是工具，而是你现在知道每个钱包的操作背后，链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了，我们下一集见，拜拜。